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卫军情局。今天是11月8号。今天我们着重聊一下中共最新下水的福建号航母，它的真实战斗力如何？如果有一天中共要武统台湾的话，它到底能不能吓住老美的第7舰队？这段时间啊，国内媒体都在热炒老习带着中办主任蔡奇一起到海南的三亚那有一个军事基地。实际上他要参加一个中国军方重要的里程碑事件，就是第3艘航母福建号下水了。懂航的朋友都知道，航母只要一下水，基本可以认定它的战斗力已经形成，正在不断加强，不然的话它不会下水的。今天我想从3个方面来聊一下这件事儿对于台湾有什么意义，尤其是对于国内的老百姓，它有什么影响。我们先说第一条啊，这段时间在海外的反贼圈里打引号都说这个东西啊，它就是一个摆设，没什么战斗力。有人还搬出了美国将军的评述，说它的真实战斗力只相当于美国舰艇同级的60%。言下之意呢，这就是个绣花枕头，是中看不中用。实际上，大家不要被这种情绪化的东西带偏节奏。我们必须客观的讲，科技的东西你不能打马虎眼的。中共的第3艘航母确实采用了这个电磁弹射，它的战斗力，说实话，你放在现在排在前10是没问题的。应该怎么讲呢？中共的航母是整体军工的产物，我们必须要承认，中国的制造业也包括一些高科技的产业它创新确实是个短板，但是它要仿制，它一定是世界上一等一的，有些时候可能超过了美国。你比如讲吧，你让美国恢复到二战时期100多艘航母的战斗力和制造能力，那是不行的，没个3、5年它是恢复不了。而中国呢，它在做世界工厂的时候，军民融合，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你民用的东西它如果增加品质，是可以达到军用的标准的。无论是导弹、雷达、探测系统、预警机、战斗机、隐身战斗机、机载的直升机，老美有的，它基本上照葫芦画瓢它也有，而那些东西不是纸糊的，它真的有那个战斗力。电磁弹射老美能做到1分钟一架，咱就说给它打个折扣，2分钟一架，那也远远超过了那个靠蒸汽弹射，20分钟它就得歇一歇。所以说战斗力它确实不如美军现有的航母，但是你也不能小瞧它，打个7折吧，应该是它真实的战斗力。那我们第二个问题是，它现在有了第3艘，它的目标是要干什么？这个才是重点。我们打开中国的海岸线，北边它没有什么要防的，因为老毛子现在是自顾不暇，他对中国领土有这个想法，但是他实力不济。南边呢，像什么越南菲律宾中共对他们那可以说在军力上是碾压级的，3、4艘航母就可以完成一个灭国了。但问题是那些不是中共要考虑的目标，这个航母只有一个唯一的用途，那就是武统台湾。刚才我们看了一下，无论是北边还是南边目前领土没有要求，但是中共对于武统台湾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在特殊时期的刚需。因为中国的经济下行这个短期没有挽救的办法，你上帝下凡也解决不了20、30年积累的问题。而且朝鲜化的方向一旦确定了以后，除非老习没了，其他人你是无法改变这个策略的。
军事先行一定是既定的政策，以后会越来越强。那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军队啊，最多的是陆军，中国一直是叫大陆军主义。你看，一年是1万多亿的16000亿的军费，大多数是花在陆军的。但你以为陆军是要打谁吗？不是的，他虽然和周边有领土的纠纷，但是能和解就和解，就连和印度陆军开了战，最后不还是和解了吗？实际上，这个陆军大多数啊是为了对付自己的人民的。你没听错，这陆军啊，各个集团军啊，什么高炮旅啊，那是主要对付咱自己人的。那海军和空军啊，他们更多的是对付收复台湾。刚才我讲到了，中共对于收复台湾为什么是刚需啊？是因为经济下行的时候，大量的人失业，他对中共是有怨言的。你必须靠一场战争，给自己来一张牌。你看，我完成了民族复兴，完成了祖国统一，有这个筹码啊，再统治个10年8年，问题不大。所以，中国的经济向下滑，反而会促使统治者啊铤而走险，给自己再立一个招牌，别把我推翻了，我还能干的，至少我把祖国统一了吧。而中国老百姓啊，他有时候他就吃这个，他哪怕自己上顿吃了没下顿，一听说祖国统一了，他有精神了，你这不是有病吗？但他就是这是大多数，尤其是多年洗脑的结果。有句话讲，暴君与顺民啊，他们是互相塑造啊，互相成就。那我们在想，既然这几艘航母最终的目标不是国土防卫，而是要武统台湾这唯一的目标，那他就要面临说，他什么时候使用，能不能下入美军的第7舰队，包括可能会参战的日本、韩国，甚至是澳大利亚，这个就涉及到一个时间窗口了。老川他的任期还有3年多，但明年就是中期选举，我们判断呢，他大概率啊有可能会在选举的那段时间快速的武力犯台。那以前节目啊我讲过，在这儿我再赘述一下。如果说其他总统的话，老习啊恐怕没有这么大的胆量和打算，因为他清楚这几艘航母对付不了第7舰队，甚至是说第7舰队之外的其他舰队啊，10艘航母都过来，你是搞不定的。因为我们必须在技术上分析，它的第1艘航母瓦格良，就所谓的辽宁号，现在啊，它只是一个训练用的东西，因为中共以前没有航母的军种，你不可能去俄罗斯学吧，你也不可能去这个自己琢磨，你只有先造一个航母，当然这个航母是买的2手的那个瓦良格号，修不修完再安上那个甲板做成这个航母，这是训练用的，现在的战斗力啊一般。第2艘航母和第3艘航母啊，那现在是真的要打仗用的，而且最近他在造第4艘航母。你看，如果3艘半的航母把这个台湾的外岛这么一围，咱不是说用铁桶啊，因为真正打仗的时候啊，它一定是军民一起，几万艘的民船先把这台湾围起来。你看外援你来不了吧？来不了呢，他就出动海量的无人机。据现在的消息，中共已经把一些民用的无人机啊，在进行这个武器化。它这个可是海量的，目标是什么呀？就是我大量骚扰台湾，消耗台湾的防空力量。你到时候连那个爱国者，你这个防空导弹、子弹都打光了，因为你已经被围了呀，你其他的国家无法再给你提供枪支弹药了呀，你这不是直接就导致这个弹尽粮绝吗？再者，与此同时啊，中国很可能会采取内应的方式，就是让一些岛内叛统的力量，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第5纵队，他通过这个对总统府的渗透、总参谋部啊，或者是这个军情局的渗透，定点的进行清除，里应外合。你在围困的情况下，只要占领了这些指挥中枢，
那你军力再强啊，你已经没有力量啊，就是打断了，这还不算说黑客的力量。那你说台湾受难一定是美国要参与的，没错。如果说老川那时候还在的话，他一定会派多艘航母，这个有可能是4艘、5艘来驰援台湾，这一点不用怀疑。但问题是，他来了以后要不要参战，这个可是最难的了。如果美国的5艘航母啊直接驰援台湾，是不是和中共就直接干上了？这个不一定。为什么呀？因为两军打仗从来不是前线指挥官之间的对决，他们更多的要受命于政治决策，就是中方的习近平，你是否授权美军来了咱就开枪，开不开？还是说你一定说等我？第二呢，那就是美军前线是否获得五角大楼甚至是总统的授权，没有授权，他敢不敢打第一枪？那时候啊，驰援到了以后啊，老川就要做选择题了。如果说实现与台湾关系法，你必须协防台湾，但它的代价它能否承受呢？因为正好是中期选举年，如果打起来，股市一定是跌的，无论是亚洲股市还是美股，打仗的没好事，军工股也许会涨，但其他的呢，一来一和平发展的那个制造业啊、服务业都会跌，他们就会把这个股市暴跌的元凶啊，他不算在这个习近平身上，他会算在川普那儿，他能不能承受？第二个呀，只要打起仗来啊，他一定会有伤亡。因为刚才我提到，中共那个航母它不是吃素的，它哪怕再打个6折，它也不能小看。如果说5艘航母啊，有2艘、3艘被击沉了，当然了，中方也许已经全军覆没了，但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美方能否承担这样的代价。因为啊，即使老习把现在手里的3艘甚至未来4艘航母都打没了，他没关系，因为他没有这个轮换的策略啊，他在造呗。但是啊，他就给中国民众输入一个仇恨。你看，我们的航母都被老美给灭了，我们干的是正义的，是祖国统一。那这种民族凝聚力之下啊，它就会形成统一的反美。而这个老美啊，他不愿意出现这个。你看，现在连俄罗斯整天挥舞那种过时的核武器，他还把他吓个半死呢。你怎么指望说对着3艘航母，如果都被击沉，你即使把中共全军覆没了，你又能怎么样？美国人永远会记住我们的3艘航母没了，谁应该承担责任？应该是现任的总统。所以说，股市暴跌对经济的影响，军事上的巨大军事资产的损失，都是老川要琢磨的。当然了，说句实话啊，你要是换了里根呢，或者换了这个其他总统，他不会考虑这个的啊，他一定会实现与台湾关系法的国际义务，哪怕有损失，他也有办法让民众相信这个损失相对于我们维护了自己的国际道义和责任还是值得的。但老川肯定不这么想啊，这个是我们无法改变的。那最后我想说一下，中共有了3艘航母，它一定会造第4艘。对于中国人有什么影响呢？每艘航母的造价成本是50亿美金，折合人民币你要乘以7倍。另外，每年的维护它都需要是5亿到7亿美金。你看看，3、4艘航母啊，就把海军军费可能吃掉了1/4。那接下来这钱从哪儿来啊？总不能造吧？那只能是增加民众的负担。更重要的一点是就业，因为啊，外资企业他看得很清楚。假设你是美资企业的，比如说 3M 啊，什么爱默生这种国际巨头，你就会考虑中共这是要干什么？你根本不需要近海防卫，对吧？没人要来打你。你造个3、4艘航母，你无非就是要武统台湾，而且目标不是日本，而是日美同盟。那
既然你想这么干，那我凭什么把工厂还开在那儿呢？难道要重蹈疫情期间船不能出海的覆辙吗？那咱只能是风紧扯货，往外搬。它会加速的搬到这个马来西亚呀、什么印度啊那些短期内10年、8年或者20年不打仗的地方，哪怕是说成本暂时提升一点，那也总比安全强得多吧？好吧，今天就聊到这儿，欢迎您在留言区留言告诉我，中共啥时候可能会动了武统台湾的念头？欢迎您在留言区留言，咱们明天见。